性为什么容易长子宫肌瘤？医生提醒，平时尽量避免3个行为。张女士，女，40岁，未结婚，未生育过小孩，也从未到医院进行过检查。最近半年来，张女士感觉肚子突然变大了，心里琢磨着明明是未婚女性，也没有和任何人发生过任何关系，肚子却一天天地越来越大，仿佛怀胎了好几个月。张女士自认为伙食太好，长胖了，没有予以理睬。最近几天，张女士在揉肚子时，发现肚子里面长了一个包块，鸡蛋大小，包块按压不痛，包块规则且容易活动。张女士发现肚子一天比一天大，张女士担心害怕，急忙去医院检查。经过医生初步检查发现，张女士子宫上长了一个直径为7厘米的包块，初步诊断为子宫肌瘤，建议张女士住院手术治疗。张女士很纳闷，平时的身体很健康，而且月经也很规律，怎么就患上了子宫肌瘤呢？入院后，医生询问了张女士的病史，发现张女士有未婚未育病史，且常年未曾到医院体检过，具有极大的患子宫肌瘤的风险。下面带大家一起聊聊子宫肌瘤这个话题。为什么它会导致张女士的肚子越来越大？一、子宫肌瘤是什么？为什么女性容易长子宫肌瘤？子宫肌瘤是女性生殖器官最常见的良性肿瘤一，我国多发生于30到50岁女性。我国育龄期妇女群体中约20%女性患有子宫肌瘤，严重危害女性身心健康。在妇科检查中发现，在30岁以上的女性中，20%存在子宫肌瘤，实际患病率可能更高，相当于5个女性中就有1个患有子宫肌瘤。研究发现，性激素异常是导致子宫肌瘤的主要原因，影响性激素水平的因素有很多。当代女性工作承受着巨大的社会压力以及不良的生活作息，如熬夜、不按时吃饭均会使雌孕激素异常，导致发病。子宫肌瘤的高发期在育龄期，绝经后的女性卵巢萎缩，女性体内的雌孕激素水平迅速下降，其子宫肌瘤相应也会发生萎缩、消退或者保持大小不变。然而，绝大部分育龄期女性患子宫肌瘤可以从疾病的症状去发现它。2. 有这些症状可能是子宫肌瘤。有些子宫肌瘤可能有临床表现，有些子宫肌瘤也可能没有什么典型的临床症状，但它仍然可能影响生殖系统、循环系统的功能。如果当你出现如下症状，建议及时到医院就诊。月经不调是子宫肌瘤最常见症状，如果有月经周期缩短、月经量突然增多、时间延长或不规则阴道出血，则有可能是子宫肌瘤。建议女性朋友到正规医院妇科门诊就诊。长期月经过多就会导致继发性贫血，从而出现一系列头晕、乏力、眼花、晕厥等症状。贫血严重还可能引起贫血性心脏病，从而严重影响女性身体健康。当发生子宫肌壁间肌瘤时，且合并子宫肌瘤较大时，会导致子宫内膜上的腺体分泌量增加。若同时还伴有患者盆腔内充血、水肿，就会导致白带异常增多。当发生黏膜下子宫肌瘤，会因子宫表面黏膜糜烂、溃疡以及坏死，产生大量异常的白带。当子宫肌瘤逐渐变大时，超过妊娠3个月大小时，一些体型偏瘦的女性朋友们就可以在腹部触摸到有包块状物体。当子宫肌瘤增大时，会压迫邻近的器官和组织，出现尿频、尿急等症状。还有许多患者因不孕来就诊，其中黏膜下子宫肌瘤可引起宫腔形态扭曲，对生育影响最大，从而影响到受精卵的形成和胚胎的着床，导致女性不孕。因此，新婚夫妻如果备孕1年都未怀孕，就应该积极去医院检查是否存在子宫肌瘤。当前，子宫肌瘤导致的女性不孕已经成了女性关注的焦点，特别是哪些人容易患子宫肌瘤，也受到越来越多受到更人的关注。3. 子宫肌瘤偏爱哪些人群？ 1. 育龄期女性。子宫肌瘤是性激素依赖性疾病，主要是好发于育龄期女性。育龄期时体内性激素分泌旺盛，青春期和绝经期性激素相对较少，青春期女性少见子宫肌瘤患者，而绝经期女性子宫肌瘤通常停止生长或缩小。因此，育龄期的女性朋友们，建议大家半年到1年到正规医院体检一次。2. 未生育或者晚育。
在怀胎10月加哺乳半年的这段时间内，卵巢不工作，也不排卵，体内激素分泌一直处于低水平，从而保护了子宫的健康。相反，未生育或者晚育的女性，卵巢一生都在工作，导致体内雌孕激素一直处于高水平，极大提高了患子宫肌瘤的风险。3、肥胖。在日常生活中，肥胖和子宫肌瘤是息息相关的。如果长期处于肥胖的状态中，女性患子宫肌瘤的几率相较于体型瘦弱的女性，其发病率会更加高。其中可疑的原因是，如果长时间的处于肥胖中，体内的雌激素就会增加，这个时候子宫肌瘤就会有机可乘。在日常生活中，健康饮食非常重要，不仅需要保持食物营养均衡，而且需要保证良好的饮食习惯。日常生活中要注意多吃水果、蔬菜、肉类、蛋类、粗粮等的均衡摄入，可以根据膳食指南建议分配，且每日饮水量保证在2000毫升以上。与此同时，还要注意规律饮食，避免暴饮暴食。4、多囊卵巢综合征。当卵巢发生良恶性肿瘤时，都会导致过度刺激卵巢等疾病，诱发子宫肌瘤。所以在面对妇科疾病的时候，一定要做到早发现、早治疗。5、子宫肌瘤家族史。通过相关的研究发现，倘若家族中有直系家属患有子宫肌瘤，那么这个家族中的女性患肌瘤的几率，相较于家族中不患有子宫肌瘤的几率会更加高。所以家族中有肌瘤病史的女性，在日常生活中建议要定期进行体检，才能降低子宫肌瘤的发病率。不同女性患者由于生活环境不同，所以症状也不尽相同。当有上述病史或者病因时，哪一种可以采取保守治疗，哪些需要手术治疗是人们关注的重点。4、得了子宫肌瘤怎么办？观察手术。子宫肌瘤的治疗要综合考虑肌瘤的部位、大小、年龄、主要症状、是否有生育需求等因素。2、要根据患者的具体情况选择观察、药物、手术等。如果患者的子宫肌瘤比较小，且没有生育需求，没有月经量的变化，也没有白带增多、腹痛、尿频、排尿困难等症状，可以先观察，不需要治疗，定期复查即可。没有特别的情况，最好是3到6个月复查一次。如果患者有自觉的临床症状，如月经周期缩短、月经量突然增多、贫血、腹痛、尿频、排尿困难等症状，建议手术治疗。如果患者年龄大于40岁，肌瘤大，也建议手术治疗。如果患者有生育要求且肌瘤大于等于5厘米，也建议手术治疗。5、预防子宫肌瘤，平时尽量避免3个行为，别忽视。1、频繁人流或流产。到处都是关于人流的广告，仿佛在告诉人们，人流没有任何的危害，也没有任何的负担。其实，经常流产的人患上子宫肌瘤的概率很高。每一次流产都会给子宫造成一定的伤害，如果反复流产，很可能会对子宫内膜造成一定的损伤，从而引起体内激素水平的分泌失调，从而引发子宫肌瘤。因此，如果暂时没有备孕计划的女性朋友，请千万做好避孕保护措施，既是对别人负责，更是对自己负责。2、滥用含有激素类的药物。长期使用或服用含有雌孕激素类的药物，会导致体内的激素水平升高，从而刺激子宫平滑肌细胞的增殖，以及促使肌瘤的生长。因此，女性朋友们避免滥用激素类的药物，如需要服用，建议在医生的指导下服用。3、不良情绪。当女性长期处于情绪低落的状态，会导致内分泌失调，会降低身体的各方面机能，同样也会诱发女性出现子宫肌瘤。因此，在生活中需要调节好自己的情绪，避免熬夜，避免过度紧张，在空闲时间多做一些运动，转移个人注意力。与此同时，女性朋友们也需要调整饮食结构，应该多食用一些高蛋白、低脂肪的食物，同时食物还需要多元化，平时可以多食用一些新鲜的水果和蔬菜，补充维生素。最后，子宫肌瘤并不是那么可怕的疾病。有许多女性一生都会带着这个子宫肌瘤，自身也不会产生任何症状，并且子宫肌瘤是一种具有激素依赖性的疾病，在我们日常生活中某些特殊的食物甚至饮料中，或者某一些化妆品可能会含有一些激素的成分，因此在平时的生活中应当尽可能少接触这类食物。
再者，由于子宫肌瘤的发生发展是一个漫长的过程，女性平均每年都需要到正规医院做一次常规妇科和超声检查，及早发现较小的子宫肌瘤，及早进行处理，以免引起严重的症状。目前子宫肌瘤的发病机制还不是特别明确，也可能不能完全预防3。因此，各位女性朋友不要像张女士一样，不能太杞人忧天，也不能从不进医院体检。只有一定要重视自己的身体健康，定期到医院检查，不要让子宫肌瘤严重的影响自己健康的时候才后悔莫及。